Hello， 欢迎回到吉米的频道。那前面几集呢，我们带大家去了非常神秘的佛教圣地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地蓝毗尼。今天呢，我们将前去的是尼泊尔的第二大城博卡拉，这也是尼泊尔最知名的度假天堂以及登山健行的圣地。相较于加德满都的喧嚣，蓝毗尼的传统，博卡拉可以说是充分结合了人文、自然以及现代和传统。难怪呢，它可以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非常多的游客都到此来旅行。那第一个活动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我整趟博卡拉最期待的一个活动，那就是轻航机飞进喜马拉雅山。这完全呢是一个看天气吃饭的一个活动哦。所以说，如果当天的能见度不太好的话嘛呢，就没有办法欣赏到壮丽的喜马拉雅山嘛，以及无法眺望博卡拉的这个湖面的景致。我到博卡拉的前面几天呢，其实刚开始天气是非常不好的，然后呢是遇到了附近的这些居民啊，这些农民呢，他还进行烧耕，那加上呢又一阵子他们没有下雨了，因此呢这个本该属于人间天堂的博卡拉呢，就变得灰蒙蒙的，跟网络上面呢大家流传那个照片呢，真是非常不一样。一瞬间呢，我以为我是不是被大家的影片呢，或是被照片所诈骗了。也因此呢，我的飞行旅程呢也就一直被 delay， 一直到呢要离开博卡拉的前一天呢，我才被通知到明天呢早上的天气状况还 OK， 是可以飞的。那于是呢，我也就只好整个大改我后面的行程啦。不过呢，我后来发现，真的，当我冲上云霄的那一刻呢，真的这一切都值得了。那我这个整个行程呢是透过 Klook 上面所订购的，那它在上面呢其实有非常多种不同的组合哦，不同的飞行时间，然后呢他们也就关乎于你可以飞到哪里。那毕竟呢我们都来到喜马拉雅山山脉的这个山脚下了嘛，那我当然呢就是直上最久的这个组合，真的必须说呢非常的贵，大概要将近14000块，真的是荷包非常的痛啊。不过呢，既然我这次没有机会去好好的体验爬山嘛，那我想呢用飞行来弥补这个遗憾，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那我必须说，整个过程的体验呢，真的是体验感、情绪价值满满的，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好啦，那前一天呢，和活动方呢确定好了时间之后呢，其实一大早呢，他们就会派车来饭店里面接我们到机场。然后一到机场呢，就会有专人带我们来穿越机场，然后呢穿过跑道，然后呢一直入到这个停机处，算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吧。就是基本上我们平常到机场里面，你是不可能在跑道上面跑来跑去的嘛。好，那在听完简单的一些简介之后呢，整个旅程呢就要开始了。那我选择的是最久的方案嘛，大概是90分钟，我们会飞进喜马拉雅山脉里面，然后环绕最知名的鱼尾峰，并且呢在这么多的雪山里面穿越之后呢，再回到博卡拉的上空来鸟瞰城市还有山景，然后再回到博卡拉的湖面上，最后呢才回到机场。那由于呢是要飞到8000公尺高的这个地方去近距离的欣赏雪山，所以说呢，我搭乘的这次轻航机呢是这种有窗户的版本，但是因为它在网络上面呢，其实在推的呢是那种非常轻航，真的非常小，叫做 Ultra Light 的那个版本。那所以说，其实我那时候呢是蛮紧张的，因为那个 Ultra Light 的版本呢，它其实没有窗户的。不过后来呢一问呢，就发现说 OK 呢，其实这个 Ultra Light 呢，它的飞行高度呢是不能超过5000公尺的，所以它没有门窗，算是某部分可以理解吧。不过我们实际上看到，无论是这个轻航机还是 Ultra Light， 它其实都非常的算是轻巧吧，所以说呢也可以理解啦，就是为什么它对于天气的要求呢也是这么的严苛的。另外呢，我的方案呢，它还有包含 GoPro 录影，我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加选这个，因为它会给你的原档之外呢，而且还会现场就高速传输给你，然后呢还会先替你备份一阵子，怕你在旅行的过程中如果遇到记忆卡满啦，或是各种意外的话嘛呢，它还可以再备份上传给你。但我觉得最棒的点呢，就是因为它是直接架在它的机翼上面的，所以说呢，它可以是更直接的，没有透过窗户或玻璃然后去阻挡，可以看到更漂亮的雪山的景致哦。好，回到旅程里来说呢，起飞的那个兴奋感真的非常的酷，就是绝对是跟一般搭飞机的相比来说好玩非常的多。那首先呢，就是它会先帮你安装好一些设备，包含呢帮你把一些什么安全带啊，然后还有耳机这些东西都设好，然后测试没有问题。然后呢，飞行员呢也会跟你介绍一些机舱内密密麻麻的一些操作的东西吧。反正呢，其实我都没有真的注意在听啦，我整个人呢就是被整个兴奋感给
冲昏了头。那所以虽然说一路上呢，其实飞行员还跟我们简介了说，我们现在经过的这个地方呢，眼前的是什么山啊？但说真的，我也是完全没听懂，也真的没有记起来。一来其实是因为就是他们的名字其实非常的像，都是什么安纳普纳1号啊、安纳普纳2号之类的。然后他们的山头的那个山势，其实我觉得蛮像的啊。虽然说好像看起来我现在在回看是有一些差距，但说真的，我觉得当下的我呢是没有办法很清晰的分辨出来的。然后我觉得最重要一点还是因为我真的那时候的状态就是哇，我真是不可置信，就是我现在真的是飞跃在喜马拉雅山里了。没错，就是那个全世界最高的山脉，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看地理课本都会一再提到的那个山脉。所以虽然说搭飞机对于现代人已经算是蛮稀松平常的，但是首次在这么高的一个高度上面飞越轻航机，然后是飞进去喜马拉雅山，近距离去看雪山，真的是人生第一次。我觉得我真的是有点脑袋是宕机的那种状态啦。而且说真的，看到眼前的这个美景呢，我觉得说实在的蛮感动的，就是顿时间会有一股那种幸福的那种满足感涌上心头吧。然后你就搭配的这个眼前的美景，我就觉得哇，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有些感动很难直接用言语来形容。不过就请大家先听我简单的 murmur 吧。就是其实这个旅程的过程中间是发生在我那时候离开了Google， 然后也要加入目前的公司，进入到 Apple 面前的一段旅程。非常热爱旅行的我，其实当然就会好好把握这个空档嘛。但其实当下的我呢，我觉得毕竟是一个职涯的一个转换，然后呢，我觉得都算是相对年轻吧。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未来都是很迷茫的，无论是职涯还是未来的规划。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吧，就是我们在旅行的开始的过程中间呢，总是会抱持着可能同时生活上或者是你在别的地方会遇到的一个疑惑，然后呢，我们其实都会有些期待这个疑惑呢，可能可以透过在旅程的过程之中找到一些答案。那因为我觉得，因为尤其我的旅行它多数时候是一个人的，是独旅嘛，所以说呢，又再加上接触到了很多的新鲜事物。无论是这些现在眼前看到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或者是前阵子呢在蓝毗尼领略到历史跟人文的这些感动，我都觉得它总是能够激起我一些更多的思考嘛。那虽然说其实这些思考都没有办法让我们真的把这个旅行前所带来这个疑惑可以直接获得一个答案，但都算是可以短时间内的获得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思考吧。所以说当我在高空的时候呢，看到眼前现在大家所看到这个难以置信的美景的时候呢，这样壮丽的大自然的时候呢，再结合前几天在蓝毗尼的一些旅行经验，我觉得很多感动是真的瞬时间涌上心头的，它夹杂的是一部分的感激跟欣慰。就是我觉得感激的点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下，我有体力、有时间、有金钱，可以让我短暂的偏离原本这个比较工作的这种一成不变的轨道里面吧。然后呢，我觉得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我明白自己算是充满着幸运的，是幸福的。那同时，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欣慰，其实我觉得幸运跟幸福它也是
奠基在你足够努力嘛。所以我觉得一部分的欣慰是，我觉得过去很多无数时刻的那种困难啊，都坚持下来了，然后或者说我都持续努力的那些片刻，才让我眼前有这些机会可以来体验吧。好啦，基本上蛮多废话，蛮多 murmur 的，可能不是频道平常会分享的东西，所以再讲下去呢，我觉得这个吉米的频道就要开始偏离了。所以呢，我就先不废话了，然后呢，让大家来跟我一起欣赏一下眼前这些漂亮的风景啦。哦，对了，不过在大家看下去的时候呢，看在这个整个飞行的过程1万多块钱呐，真的是很痛，所以说还是请大家先帮我把这个订阅按钮先按下去吧。那如果可以的话嘛呢，帮我把之前的一些影片都看一看吧。你们的这个点阅呢，然后可以给我多多少少一些小小的回馈啦。In unknown territory, I travel on my own. I'm so close to glory, got no time to check my phone. An unfamiliar language, but I'm feeling at home. The life that I was made for, a world I'm glad to know. I wanna go somewhere unknown. Oh, take me to that place. Take me to that place. A trip I'll remember. Take a picture in my mind. The world I've never known, yeah, I know that it is mine. Not worried about the money, that's why I've been working overtime. All I've ever known, but I'm ready for the unknown. Ooh, and I wanna go somewhere unknown. 好啦，那在回程的过程里呢，其实整个飞行员呢，在过程中间也跟我聊了很多，然后呢，他还在过程中间秀了一波他的特技，就是突然间一个爬升，然后把动力关掉，然后呢，这个巡回的或者说回旋的这个下降，然后呢，真的是让我短时间体验到哇，什么叫做失重的感觉。那必须说真的非常好玩，很刺激。然后飞行员看到我这个表情，可能也很开心吧，就开始玩得不亦乐乎。整个回去的过程中间呢，一路上秀了好多次，而且秀的时间呢都越来越长。一瞬间我以为哇，我真的要俯冲进去湖里面了吗？真的很夸张，但真的蛮有趣的一个体验。That's why I've been working overtime. All I've ever known, but I'm ready for the unknown. Ooh, and I wanna go somewhere unknown. Oh, take me to that place. Take me to that.然后其实在我们回到博卡的山区的时候，我们是从高空上可以很清晰的可以看到博卡拉山区里面非常知名的一些景点哦，包含在接下来旅程里面会带大家去看到的世界和平塔，还有非常巨大的湿婆庙等等的。然后整个90分钟的飞行呢，也就这样子慢慢要到结尾啦。然后在离开前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也做了一张证书，然后来纪念我整趟的旅程，算是画下一个非常完美的 ending。必须说，真的是情绪价值跟体验感真的是满满的一个飞行啊！所以强烈建议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就是把荷包捏紧一点，一定要去体验看看。就其实我后来去对比了一下这个价格啊，跟相对于大家其实去花东的时候也会去体验轻航机嘛，其实呢，这个我觉得以单位时长来说，价格是差异不大的，所以还不如呢，你就来这边看一下全世界最高的山脉长什么样子吧。哦，对了，其实我一直到很后面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眼前的这个操纵的方向盘吧，其实我也是可以玩它的，但我之前一直完全没有注意到。所以如果大家有来的话嘛，记得如果你有想要在什么地方呢开进去的话嘛呢，大家是可以来体验看看的。好，那
在结束今天的影片之前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是我觉得蛮酷蛮好玩的地方，想要分享给大家。那同时也是每一个外国旅客基本上来都会来打卡的地方，那就是花园电影院。那整个波卡拉的 vibe 它其实是非常的 chill 嘛，所以这个花园电影院的风格也是真的是非常 chill， 非常好玩。那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在 IG 上面定位，然后先确认一下今天看的影片是什么，因为大家可能来波卡拉都会待一阵子嘛。然后呢，就可以一边欣赏美食，然后一边看露天电影，这个 vibe 真的非常的好。重点是哦，这个食物意外的蛮好吃的。对比于我之前在尼泊尔好几天的旅行，我觉得算是终于吃到比较对胃口的一个食物吧。好啦，那今天的旅程呢，就让我们先介绍到这边。那下一集呢，我会带大家潜入加入到当地的旅行团，然后到博卡拉山区的一些景点。包含了刚刚所前面介绍到，就是有一些高空我们所看到的，像世界和平塔以及湿婆庙等等的，然后还有超级多很酷的这个洞穴探险哦。所以说，让我们在下一集再见吧。如果说你也不想要错过接下来非常精彩旅游冒险影片的话嘛呢，就赶紧订阅我的频道吧。然后之前还有超多部很有趣的影片，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最后呢，还有 IG 可以追踪哦。那更多的知识影片呢，就在今天的频道。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吧，拜拜。